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呆萌财频道，也就是 Diamond Time。这里是您的投资小茶馆，喝上一杯黄金茶，呆萌躺平，一起慢慢变富。我们的频道主打经典的 ETF 组合投资，简单到可以长期抱着不动，像懒懒的小猫咪一样，也能变成财富小富翁哦。今天我们这一期呢，就来聊一聊可以呆萌躺平的秘密。大家肯定都知道巴菲特吧，就是那个投资界的老爷爷，他简直像个财富的魔法师。他总是说，投资眼光要长远，挑好公司，还要躲开市场的小风小浪。他的秘诀是研究透透的，找到便宜又棒棒的公司，然后买下来捂着不动，就像囤了个宝藏，等着它慢慢发光。不过呢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小白，学巴菲特挑股票有点像考魔法学校，太难了，需要超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呆萌财的小伙伴们可不想这么累，对不对？那么巴菲特的呆萌建议都有哪些呢？不要慌，巴菲特爷爷早就给我们指了一条躺平致富路。他说，与其自己抓破头选股票，不如抱紧低成本的指数基金，尤其是标普500指数基金，简单又靠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相信普通人很难一直跑赢市场，但我们可以搭上美国经济的大船，躺着数钱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呆萌金句。Number 1， 小白别逞强，指数最省心。巴菲特在2014年写信说，大多数人，包括大神和小白，最后都会发现低成本指数基金是最好的选择。别老想着打败市场，躺平也能赢。他的意思是，挑股票需要超级厉害的魔法，而我们没有这个功夫。指数基金就像个自动赚钱机，省心又给力。Number 2， 标普500躺平也能富。2016年他又说，我建议大家买个便宜的标普500指数基金，然后什么也别管，美国经济会一直长大，标普500就是你的财富小火箭。呆萌才觉得，这不就是喝着茶看着钱包鼓起来的节奏吗？ Number 3， 我和对冲基金比躺赢。巴菲特还玩了个大游戏。2007年他跟一群厉害的对冲基金打赌，说标普500指数基金10年后会赢，结果到2017年一看，指数基金赚了 7.1%， 而对冲基金才 2.2%。 他笑眯眯地说，看吧，简单躺赢多香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少折腾，多相信指数，呆萌也能胜大神。 Number 4， 留给家人的懒人秘籍。巴菲特连给自己老婆的钱都这么安排，10%买短期债券，90%买标普500指数基金。他说这一招超级简单，效果超好。呆萌才觉得巴菲特这简直是直接教我们怎么躺平致富呀。 Number 5， 别让华尔街抢走你的茶钱。他还吐槽那些花里胡哨的基金费用高得吓人。2005年他说，主动选股的最后钱都给华尔街了，自己啥也没剩。指数基金呢，费用低到 0.03%， 留给我们喝茶的钱就更多啦。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投资的呆萌秘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巴菲特组合能不能呆萌躺平呢？上一期我们聊了巴菲特爷爷给家人的懒人投资法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2013年就说过，把 10% 的钱放进短期政府债券，剩下的 90% 呢，投到低成本的标普500指数基金，最好是 Vanguard 家的那种。我相信这招长期效果超级棒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呆萌？简单粗暴，还能躺着赚钱。但真的有这么轻松吗？今天咱们就上手试试看，看看这个巴菲特组合能不能让我们安心喝茶躺平致富。首先呢，我们的 ETF 选择主打一个简单粗暴挑大牌。呆萌财的小白们最怕复杂，所以咱们选 ETF 就得简单粗暴。
标准就是规模大、流动性好、费率低。巴菲特组合用到的 ETF 我选了这2个，第一个呢就是 SPY， 也就是标普500指数 ETF， 占比 90%， 可以追踪美国500家顶尖公司，这些公司的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，费率低到 0.0945%， 就跟坐大船一样稳。第二呢就是 SHY， 也就是短期政府债券 ETF， 占比 10%， 投资美国1到3年期的国债，规模约250亿美元，费率低到 0.15%， 是不是就像个小安全气垫呀？这俩都是 Vanguard 风格的低成本好货，巴菲特看了都得点头夸赞说，呆萌选得很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回测，我们可以从30年数据见真章。小白从来不信空话，咱们直接上手回测。从1995年1月到2025年4月，整整30年，股市都经历了什么呢？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，2008年次贷危机，2020年又开始了新冠疫情，还有2025年的川普关税大战。这些大风大浪，巴菲特组合能够扛得住吗？那咱们就投1美元来试试看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回测效果。回测效果肯定得用数字来说话。首先就是来看纯标普500，30年后1美元变成了 21.07 美元，总回报达到了 2007%， 年化回报 10.6%， 厉害吧？但是最大回撤是 -55.14%， 腰斩还多，吓得小白茶杯都掉了。然后再来看一看巴菲特组合，也就是90%的 SPY 加上10%的 SHY 的组合。在这个组合中呢，1美元变成了 17.97 美元，总回报率呢是 1697%， 年化回报率呢是 10.02%， 最大回撤呢是负 50.11%， 最长回撤时长42个月。看起来比纯标普少赚了点，但回撤少了 5%， 回撤时间呢也从91个月缩短了50个月左右。10%的短期债果然像个小护盾，稍稍稳了点，但是负 50% 还是腰斩了。呆萌小白会瑟瑟发抖吧？这也能叫躺平吗？那么难道我们的躺平梦呢就要破碎一半吗？巴菲特组合确实牛，年化 10.02%， 几乎追平标普500，波动还小了一点，但最大回撤负 50% 是什么鬼？股市一跌，账户腰斩，谁还能淡定喝茶呀？这种 90% 股票的配置风险还是极高，对我们这种想躺平的小白来说，心态得跟巴菲特爷爷一样硬核才行。看来单纯靠 10% 的短债还不够呆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一招可以来降低波动，那就是一个小妙招 Dirty 版。这个思路呢，就是可以多加一点债券，或者引入商品、现金这些不相关的资产。然后第二个思路呢，就是可以加点期货管理产品。什么是 CTA 呢？就是纯趋势策略，专门在市场乱晃的时候赚钱，跟股票、债券呢都不太大。那咱们来试一试加 20% CTA 的效果，也就是 Dirty 版的巴菲特组合。那么它是由 70% 的 SPY 加上 10% 的 SHY 加上 20% 的 CTA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的搭配的组合。它的总回报率呢是 1670%， 年化率呢是 9.96%， 最大回撤是负 31.9%。原版巴菲特组合呢，总回报率呢是 1697%，
年化回报率呢是 10.02%， 最大回撤呢是 -50.11%。看起来回报差不多，但最大回撤少了 18%， 从腰斩变成只跌1/3，这不香吗？小白扛-32%，总比-50%轻松吧。而且呢，这里呢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张1995年到今年4月份期间Dirty 版巴菲特组合与原版巴菲特组合的数据对比图，这个对比是非常清晰明了啊。所以呢，呆萌财就果断选择 Dirty 版，毕竟最大回撤是财富杀手，少亏点才能安心喝茶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躺平之路还得继续接着努力。今天的测试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巴菲特组合很强，30年回报不输标普500%，10%的短债也确实降了点波动，但是负50%的回撤还是不够呆萌，加了 CTA 的 Dirty 版更友好，回撤低到负32%，躺平感会很强。下一期呢，咱们来聊一聊股债的6:4配置，看看能不能再稳一点，继续我们的呆萌财富路。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啊！咱们下期见。